各位国人同胞，各位收看直播的朋友，还有我们现场的各位媒体同仁，大家好。那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在全体国人的努力之下，国内的疫情得到了最好的控制，也更受到国际的瞩目跟肯定。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已经从过去的口罩进口国，转变成全球第2大的口罩生产国，口罩的日产量不断的向上突破，可以充分的供应我们国内的需求。所以，我们从下周4开始呢，国人每人每14天可以买成人口罩9片，或者儿童口罩10片。我们也制定了寄送口罩到国外的规定，协助在国外的国人做最好的防疫。那么我们持续努力提升国内的防疫能量，但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国人，国际疫情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整体的疫情就永远不会结束，台湾也依然身处险境。疫情是全球性的，每一个国家的疫情状况都会相互影响。我们光是把国内防疫做好，并没有办法阻挡疫情蔓延。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必须集结力量，共同克服挑战。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全面抗疫。现在不论是快筛、疫苗，或者是药品的研发，还有防疫物资的超前部署，都有非常多的国家积极的想和台湾进行合作。像是我们和美国、欧盟以及捷克正在共商防疫的策略，分享目前的研究成果。我们和澳洲以及美国也在进行防疫物资的合作交换。对于邦交国，我们也提供协助，让他们以在当地购买的方式取得需要的医疗物资。那么这一阵子，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报道，有的国家的医疗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医疗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协助病患，却因为欠缺医疗物资而感到无助，甚至因此大量的确诊。今天我要告诉国际社会，台湾会积极加强跟各国的防疫合作，而当各国面对疫情扩散急需协助的此刻，基于人道的考量，台湾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愿意在口罩、药物、技术这3个项目对国际社会提供协助。第一是口罩的资源，现在台湾一天可以生产1300万片的口罩，并且还在持续的提升，即将达到1500万片。这个阶段，我们将捐赠1000万片的口罩，也就是将近1日的产能，支援疫情严重的国家的医疗人员。后续我们也会视国内的产能，给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第二是药物的资源，有些国家的临床研究认为奎宁有助于轻症患者的治疗，因此政府已经请厂商提高奎宁的产量，对有需要的国家给予适当的支持。第三是技术的资源，我们分享目前国内利用大数据分析的电子检疫系统，让有需要的国家可以准确地追踪确诊民众的接触史，来进行有效的疫情调查，防止疫情的扩散。我们的公私立医院也会持续透过视讯，提供我们的防疫经验与技术给需要帮忙的国家。我要强调，能促成这些合作的前提是台湾有坚强的实力，政府也行有余力。把台湾内部的疫情控制好，物资准备好，我们就有能量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提供人道的协助。其他医疗的物资在确保国内需求无虞之后，会陆续的提供协助国际。任何国家的医疗体系一旦崩溃，所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沦陷，而会是全球疫情的恶化。也因此，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愿意尽一份责任，助人
也力气。我们要让大家看见，不只是 Taiwan can help， 更是 Taiwan is helping。我们更要展现，在面对全球疫情的挑战下，台湾是世界联手防疫不可或缺的一员。Over the past months, we have seen countless acts of bravery and sacrifice from medical worker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ur duty as global citizens to give them our full support. We need to step up cooperation, and that means sharing experiences and materials, and working together to develop treatments and vaccines. Pandemics cannot be stopped by one country alone, and Taiwan stands ready to do our part. Going forward, we will donate surplus masks and other supplies to our allies and countries that hit hardest by COVID-19. These supplies will go to medical workers on the front lines who are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save lives. 那么面对危急的时刻，全球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展现人性互助的一面，来合力对抗病毒。在这场防疫作战中，台湾愿意发挥关键的影响力，跟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谢谢大家。